二战期间，美国作为军事装备出口量最多的国家，是不想轻易卷入战争的。但美国万万没想到，日本竟然公开向其宣战，派出100余架战斗机直接偷袭珍珠港，使得美国海军实力大不如从前。这样一来，逼得美国不得已宣战法西斯。然而，就在美国宣战后不久，一场复仇之战也随即悄然展开。这场战斗可谓是太平洋战场上最狠的一战。美军直接将日军打回原形，10万日军到最后仅剩7000人。那么是什么原因美军要对日本痛下狠手？1945年4月，美军宣布加入同盟国，并在日本岛附近的冲绳岛打了一场极其惨烈的战役。对于他们来说，这场战斗是倾泻怒火的复仇之战。55万美军以拼命三郎的打法，将10万日军打得溃不成军，甚至到后期一度打红了眼。就连军官将士都拦不住。对于日本来说，和美军打的这场战争就像是亲手将部队送进炼狱，10万大军被打到只剩到了7000人。这场战役就是冲绳岛战役。1941年前后，美国逐渐切断了对日本的石油出口，而这种做法就直接导致了日军战斗力直线先下降。没有石油，他们的飞机、坦克就无法行动，只能变成大块废铁。而当时的日本和德国联盟本来在他们的计划里，能不和美国交战就不交战。现在石油被禁，就逼着他们不得不侧面警告一下美国，希望对方松个口子。毕竟按照当时的局势来看，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势头非常好，并一路打到了苏联的莫斯科，所以日本也就觉得德国可以，那我为什么不行？所以当美国紧紧扼住日本的咽喉石油时，日本已经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了。所以在1941年12月，日军偷袭了珍珠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美军海战能力受挫，8艘主力战舰有4艘被击沉，剩下4艘也破败不堪，260多架飞机被毁，人员伤亡更是超过4000。总结下来，就是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军的太平洋舰队彻底瘫痪，而作为偷袭者的日本不过损失了几十架飞机而已。如此巨大的失败，美国能不动怒吗？不仅如此，除了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外，还有一件事，前者只不过是让美国损失有点大，后者才真正让美军下决心的真正原因，那就是1945年2月的硫磺岛战役。这一战可以说是太平洋战役中两军冲突最为血腥的一战。日本以2万人的兵力，硬是将10万美军打得晕头转向。虽然美军最终赢得了战争，但他们的伤亡人数却要比日本大很多。珍珠港偷袭可以说是美军勘察不力，但硫磺岛的战果就真的引起了美国人的怒火。毕竟不管是1战还是2战，美军都没有如此大的伤亡。更何况让他们如此难堪的还是之前的小弟。也正是硫磺岛之战，才会让美军对日本法西斯势力痛恨到极点。冲绳群岛位于日本岛和中国之间，由于冲绳岛、庆良间列岛、一将岛等多处岛屿组成，不管对美军还是日本来说，这个位置都非常重要。美军打下来就能直接入侵日本内陆，冲绳岛就是守卫日本的最后一道防线。美军一旦攻破，就等于一头老虎冲进了你的卧室。所以，因为冲绳岛的重要性，日军无论如何也要守下来，否则日本面临的危机将大大增加。因此，日军召集了所有海军力量支援冲绳岛，并在外围展开天罗地网，势必要在海外摧毁美军的主要海上力量。因为之前偷袭珍珠港的胜利，让他们自负地认为美军也不过如此。除此之外，为了万无一失，日军还派遣了大量陆军潜伏冲绳岛。万一海上部队失败，那么这些陆军部队就成了日本最后的希望。但日本准备妥当后，美军也赶到了，所以就在这种剑张跋扈的趋势下，冲绳岛战役爆发了。这场代号为冰山行动的战役足足持续了82天，是太平洋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海陆空3军战役。这一次为了复仇，美军派出了全部的海上力量，航母船只数量高达1500艘，战斗机2000余架，士兵人数更是高达50万左右，势必要一举拿下冲绳。在这个舰队群里，光是负责为登岛士兵做掩护的航母就高达20艘，此次之外还有10艘战列舰、23艘巡洋舰和71艘驱逐舰。不过美军虽然人数众多，但日本也提前做好准备。他们宣布偷袭珍珠港，美军进攻硫磺岛时，他们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4月1号，冲绳岛战役正式打响。美军的先头部队是陆军第2师团，他们负责在冲绳岛东南海岸佯装冲岛，以此来吸引日军火力。第2师团到达既定位置后，便发动了进攻。伴随着航母飞机的掩护，不到半小时，第2军就完全登陆成功。随后更是把附带登陆车以及登陆舰全部推上了岸边。不过，令美军意外的是，整个登陆行动非但没有之前预想的那么艰难，反而一个敌军都没有。10万日军仿佛根本不知道美国的行动一样。原来，在冲绳岛战役爆发前一天，日军总部紧急发布战前命令，将日军的主力部队第9师团调走了。这样一来，没有了主力部队，冲绳岛的防御计划就变成了一张薄纸，美军一碰就碎。无奈之下，日军剩余部队只好将兵力收缩在冲绳岛南部，让美军登陆。不是他们不想去拦截，而是根本没有这个机会。直到战争爆发，这些日军也没有想到为什么总部会把主力调走，所以毫无拦截的美军在登陆半小时后，便迅速占领了北边的2个机场。直到这时，他们依然疑惑日军为什么会放他们进来，并占领军事要地。直到当天下午，美军才在机场外围看到一些零星的日军以及断断续续的炮火打击。在这种小规模骚扰下，美军已经建立起了一个长达14公里的防御线，5万余人全部严阵以待。此外，还有无数火炮、坦克以及各种物资被运送上岸。慢慢的，美军之前那种疑惑全部消失。在他们看来，现在登陆完成的兵力和军事装备足以将整个冲绳岛打下来。就算日军在某个地方潜伏着，他们也丝毫不惧。更何况，他们剩余的40多万兵力也会源源不断地加入到这个战场上。面对日军的10万人，根本不用害怕。特别是随后几天，美军更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占了冲绳岛的一大片区域，将冲绳岛从东向西一分为2。仅用4天时间就完成了原先估计的15天的作战计划。自此，美军的登陆作战的信心膨胀到了极点。占领冲绳岛一半区域后，美军高层示意原地休整，等待新的命令。但大部分士兵却对这个命令非常不解。日军之前让他们的部队损失无数，这个仇必须要报，而且越快越好。然而，就在冲绳岛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高层却示意停止进军。实在让人看不太懂，这些士兵不明白，但是高层将领却知道为什么让他们停下进攻的步伐。与地面部队势如破竹不断，美国空军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极其焦灼的战况当中，与日军的厮杀也有来有回。根据战后统计显示，日军的袭击方式在整个冲绳岛战役中一共发起了10次，取得的战功异常显著，但之后却不行了。随后，美军加强了火力网。只有极少数的飞机冲进了对方的舰队群，与之同归。日本海空两军的攻势也逐渐降低，冲绳岛战役也即将达到最终阶段。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美国总统去世了。于是日军开始膨胀了，广泛散布谣言，声称要击沉美军所有的航母。本来已经打算死守冲绳岛的日军又开始主动出击，在首次作战中把美军打得节节败退，伤亡将近5000人。如此一来，美军也更加愤怒。在第2次交战中，美军将最新型坦克拉了出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种坦克会喷火，而且防御力极高，喷火装置更是能射出几千度的火焰。借助这种坦克开路，美军又派出了4个师团紧随其后，向日军展开进攻，并采取两面夹击的战术，逐渐缩小日军的阵地。而日军在经过第1次的进攻后，胆子大起来，竟然也主动分兵出击。但是日军这样进攻支撑不了太久，几个小时后，日军反攻失败，白白损失了大部分兵力，而且弹药储备也已经不多，再次退回防御阵线内，开始最后的抵抗。日军在看到胜利无望后，便陷入了最后的疯狂。他们没有援军之前，日军总部发来的消息里说里应外合，现在也看不到一点友军的影子。直到美军缩小包围圈，将剩余的7000多日军围在山谷后，这些人突然清醒，纷纷放下武器投降。至此，冲绳岛战役宣告结束。这场耗时82天的战役让美军彻底打出火气，也报了之前硫磺岛之仇。不过，这场战役依然是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损失最多的战役，但好在最后还是赢了。美国用8万人的伤亡抢占冲绳岛，让日本彻底
战斗，直到同年的8月12日，美军才攻下了日军的最后一处阵地，至此日军抵抗才基本上被平息了。而此次战役，美军仅伤亡1435人，就解决了日军18560人，取得了太平洋战场上重大的胜利。在如此悬殊的战损比背后，就不得不提起一位神秘人物，他被日军誉为关岛之鬼，也正是他的突出表现，成了日军关岛战场上最大的噩梦。那么关岛之鬼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又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美军又是如何取得了如此重大的胜利呢？当你听到关岛之鬼这个名字时，可能会觉得他是一个超级英雄，可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军士兵，名字叫做乔治·雷特威德。特威德出生于1902年，从小的梦想就是参军，长大后个性鲜明，头脑冷静，在1922年时也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美国海军，并且在军队里因为学习能力强，头脑灵活，很快就掌握了无线电技术，成为一名合格的海军无线电通讯士官。那么为什么这样一名优秀的年轻士官会和鬼这个名号搭上关系呢？事情还得从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说起。日军偷袭珍珠港后，对美国不宣而战，在美国损失惨重的同时，日本方面也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积极地展开扩张，一时间大洋之上硝烟四起，就连被美国称为太平洋心脏的战略岛屿关岛也被日军趁机夺下。而关岛之所以被美国称为太平洋心脏，正是因为它是太平洋、马尼拉海湾和珍珠港之间最好的港口，船只从这里起航4天内就能抵达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和马六甲海峡，19天就能抵达美国西海岸。此外，关岛还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御中心和海军兵力的综合补给站。如此重要的一座岛屿，其战略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因此，日军才会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第一时间将矛头对准了这里，力求通过占领关岛打乱美国的兵力部署和战略补给，死死地按住美国海军的命脉。而身为海军通讯士官的特威德，此时也在岛上从事着最为重要的情报处理工作。从1941年12月8日到12月9日，日军都是在不断地攻击关岛。由于美国人根本没有料到日本会对自己不宣而战，导致当时的关岛几乎没有设防，岛上仅有574名士兵维持着基本的国际联络。面对日军近乎疯狂的攻势，显然是毫无招架之力。终于在12月10日凌晨，日军的海军陆战队370位士兵于首府阿加尼亚北边登陆成功，上岸后就立刻攻占了政府大宅，很快就和美军驻岛士兵短兵相接，爆发了激战。这一战美国方面受损惨重，本就为数不多的兵力更是所剩无几。眼见到大势已去，为首的美国军官乔治·麦克米林犹豫再三后，还是选择了放弃抵抗，接受投降。美军投降后，日本方面很快就接管了岛屿，但这个时候日军却突然注意到了一件事情：美军名册上有574名士兵，除去阵亡的在内，怎么点数都发现少了6个人，这让日军高度紧张，因为只要还有美国人没有被抓获，那么他们就有可能煽动关岛的原住民进行反抗。于是，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搜捕行动就此展开。日军长官下达了死命令：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就算觉得3尺，也要把名单上缺失的6个人给找出来。而这6名逃亡的美军士兵，正是隶属于关岛上的哈特加纳基地通讯营的士兵，其中就有被誉为关岛之鬼的特威德。在1941年12月8日，特威德在熟睡中被惊醒，急急忙忙赶回无线电收发室的岗位后，他从紧急电报中得知，日本已于前1日偷袭了珍珠港，美国已经向日本正式宣战。所以在日军夺岛成功后，他和另外5名通讯营士兵一致认为，只要躲藏一段时间，最多半年，美军就会强势反攻，赶走那些日本人。与其缴械投降去当苦力，不如到丛林里好好躲藏。虽然逃跑计划实施成功，但这6名通讯士兵的处境并不好，食物和干净水源的短缺让他们苦不堪言。即使到了预算的半年后，反扑时间也迟迟没见到战友的身影。他们完全没有料到，真正的反扑会在3年后的1944年。
当时的美国海军虽然还有7艘航母，但在珍珠港损失巨大，加上被意外拖入2战这场乱局，美军兵力可以说是处处吃紧，根本无暇顾及关岛。好在特威德等人得到了岛上原住民的帮助，有了临时的庇护所，这才艰难地度过了一段时间。但关岛上的日军显然不想这么轻易地放过他们，在苦寻无果后，日军组织了数个搜索分队在岛上进行画圈搜查。随着搜索包围的不断缩小，特威德等人的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小，处境越来越危险。无奈之下，为了争取到更大的生存机会，众人商议后决定分散逃亡，以防被日军抓住。可就算是这样，逃亡的美军士兵还是一个接一个的被抓住，并且为了树立威信，他们还被逐一带到广场上被害。到了1942年10月，唯一存活下来的就只剩关岛之鬼特威德了。那么在那种险象环生的情况下，特威德到底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在那段日子里，特威德自然也少不了原住民的鼎力相助。虽说日本方面对于当地人实行恐怖统治，明令禁止不能帮助美国人，否则一律格杀勿论，但是还是有一小部分当地人对特威德施以援手，其中就包括了农场主安东尼奥·克鲁斯。安东尼奥的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大地主，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为了笼络人心，日军给了他一定的特权，但这些所谓的特权并不能减少安东尼奥的家仇国恨，他毅然选择帮助特威德的逃亡。为了瞒过日军的搜查，安东尼奥还将特威德的军牌拿走，然后扔到了一具腐烂的尸体上面，巧妙地使用了一招移花接木的戏法，并且把尸体放到了日军绝对能发现的地方，然后静静地等待。果然，日军在随后的日子里发现了这一切，并且成功上当。那些早已厌倦了搜寻日子的士兵，拿着特威德的军牌，就向上级进行了汇报。特威德早已死在了关岛的茂密丛林之中，就这样，特威德成了一个隐形人，暂时算是安全了下来。可事实上，参加搜索的日军士兵普遍认为特威德还没死，因为他们常常会在夜里巡逻的时候，看到丛林里有黑影一闪而过，这让他们十分的害怕。一部分人认为丛林里的黑影就是活着的特威德，还有一部分人则认为那是特威德死去的冤魂，迟迟不肯离去。最后一则关于关岛之鬼的传言，就在日军的驻岛部队中不断的流传着。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关岛之鬼就是特威德，并且他一直就在附近，密切地观察着日军的一举一动。特威德在丛林逃亡期间，一边搜集着有关日军的情报，一边通过无线电收听来自美国方面的信息。随后从安东尼奥那了解到，岛上的日军突然越来越多，兵力已达2万余人，而且还在大肆修筑工事，构筑了3座机场。这些消息对于特威德来说并不是好事，因为他好几次都差点被巡逻的日军发现。但很快特威德就幡然醒悟，防守的日军越来越多，说明美军反攻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为了能让美军的反攻计划更为顺利，特威德开始加强对日军的情报搜集，先后将日军的军事攻势图、兵力部署和永备火力点都制作成了图纸，记录下来。终于在1944年6月，美国方面吹响了反击的号角，看到涂着美国标志的侦察机在关岛上空盘旋，特威德明白自己3年来的坚持终于要有所收获了。果不其然，美军舰队很快就到了关岛海域，并且对岛屿展开了暴风骤雨般的进攻。他们决定对关岛进行为期1个月的火力打击，并且推迟了登陆时间。由于美军改变了作战计划，也给了岛上的日军有了更多的喘息机会。他们在美军可能登陆的滩头设置了大量的障碍，并且抢救了许多的永备火力点和防御工事。不过，日军所有的动作都再次被岛上那个传奇的美国大兵关岛之鬼特威德一一记录下来，并在图纸上做好了明确的标示。到了1944年7月10日的晚上，准备好一切的特威德冒险来到了关岛海滩附近的悬崖上。他知道反攻在即，自己必须为国家提供点帮助，减少夺岛时的伤亡。他利用一个废铁桶、蜡烛和玻璃制作而成的信号灯，向海上打出求救信号。美国海军很快就接收到了这个信号，通过信号灯交流后，他们确认了这是美军士兵发出的信号。随后
几个水手组成的救援小组乘坐摩托艇冒险来到了关岛海滩，救走了特威德。特威德获救后，因为长期精神高度紧张，并且缺少与人交流，特威德连说话的语速度变得非常缓慢，加上营养不良，此时的他浑然就是一副极受恐怖的野人形象。但这并不妨碍他拿出自己这2年多以来搜集到的情报，对美军收复关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第2天，美军就召开了紧急会议，根据特威德情报上的日军兵力、武器部署、工事的构造，以及岛上日军的士气和大致伤亡情况，制定了一份完整的作战策略。最终，关岛一战以美军阵亡1435人的代价，解决了日军超过18560人，两军之间的伤亡比相差了10倍以上。美军成功拿下关岛，至此，特威德的关岛逃亡之旅才算真正结束。战争是死循环，无穷的痛苦与哀嚎，无尽的绝望与灾难。让我们用爱。第28军的樱井省三为了躲避英军的合围，准备将部队撤离到伊洛瓦底江谷地。但当他们逃离到佩古尤马斯山附近的时候，十分意外的与另外一支部队日军第150旅团会合。于是他们决定对英军发动攻击，想要突破英军在西塘河谷的封锁线，这样就可以让突围大部队逃往泰国。英军立马发现了日军的反常举动，见到他们不是想逃离，反而要进行战斗的姿态，已经判断出日军有可能是要进行突围。就是在这个时候，喜出天降，印度一支侦察队在袭击一支日军小分队时，意外缴获了一个文件袋，里面居然是日军的突围计划。喜出望外的印度人立马将这份绝密情报送到英军前线指挥部。英军斯托福德将军在看过日军的计划后，立马命令弗兰克·梅斯维奇将军带领英军第4军围绕到日军的后方，从而堵截住日军的退路，顺便还能来一个围点打援，一雪太平洋战争以来的耻辱。英军第4军团下辖英印军第17印度步兵师、第19印度步兵师、英印军第64旅，是一支参加过欧战由英军和印度精锐组成的部队，个个骁勇善战，悍不畏死。其他2支印度部队也都是经过严格训练和实战检验的部队，不像斯利姆河战役中的那些印度军一样水，所以英国指挥官高度信赖他们。这个时候，日军方面还不知道他们突围合作计划已经由英军全面掌控，还是按照作战计划的企图，按部就班的推进。日军樱井将军还刻意下令突围部队在进入战斗前避免开火，企图用突袭的方式打英军一个措手不及，从而突破英军的围追堵截，然后渡过西塘河。日军樱井将军天真的认为，只要对英军进行突袭，日军就可以牺牲小部分人的代价，让大部队跳出英军的包围圈。但是日军樱井将军忽略了日军渡河装备的短缺，从而导致他们在渡河时在制作木筏上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贻误了战机，使得他们早就失去了最佳的突围时机。日军的突围战一直拖延到7月3日才正式展开。此时的日军第33军也紧跟着投入了战斗，他们试图协助樱井将军的部队突围，但是英军早就严阵以待，还给日本人设下了一个大圈套，故意放日军第33军按计划前进。直到日军进入一片地势较为开阔的地区，他们才开始了真正的反击，用大炮对日军进行了猛烈攻击。英军的炮火让日军33军措手不及，很快就人仰马翻。日军携带的几门宝贵的榴弹炮也被英军摧毁。见到此种状况，日军第33军木村将军知道再不走就有可能面临全军覆没的风险，不得不下令迅速撤离，与幸存官兵一起逃出了英军的包围圈。虽然日军第28军没有等来支援的33军，但日军的第28军樱井将军还是决定于7月15日按计划实施突围。可是当攻击开始后，樱井发现自己错了，对岸的英军为他和他的几万士兵布置好了一个巨大的斗角场，一个个活动的火力点、坦克车、装甲车，把死亡的阴影投射给了准备渡河的日军第55师团的全体官兵。对岸英军一次次的反突击，造成大量日军伤亡。特意赶来观望的缅甸军队也做好了和日军战斗的准备。英军还投入了2个坦克中队，希望通过坦克与步兵的协同作战，收拾日军的漏网之鱼。特别是倒霉的日军第55师，碰巧进攻路线正对着英军的装甲部队，直接冲进了英军的火力网，
大约1000余名士兵牺牲，其余的只能连爬带滚，鬼哭狼嚎地逃回了林子里。据一位当年参战的老兵的回忆，在他的火力点前，他的机枪就打倒了有差不多1000名日军，去往另一个世界的日军尸体被西塘河的流水冲到了下游。由于尸体太多，还一度造成下游的堵塞，同时导致西塘河的这一段交战地域的河水上涨。但是所有的这一切丝毫没有动摇日军指挥官的信心。在看着一波波倒下的同伴尸体之后，攻击并没有停止，反而越演越烈，那种情景就像飞蛾扑火一样。接连几天，日军第55师团就这样在西塘河旁被全部消灭。在55师团刚刚灰飞烟灭后不久，第54师团也赶到了西塘河边，还是一样没有任何的准备，全体就向对岸发起了攻击。结果还是一样的，没有几天，第54师团也全军覆没。对于日军来说，此时面临的战争局面是绝望的。如果渡河，就会被英军的火炮轰进河底喂鱼；如果从公路走，又有印度第19步兵师和英军坦克中队的封锁。而自己所余留的粮食弹药已经不够满足继续作战的需求，许多人甚至依靠吃一些树叶、野菜维持生命，更有很多士兵喝了脏水而上吐下泻。此后不久，日军中开始出现了疾病，许多的士兵因感染疾病无法战斗，等待他们的只有虚弱的去世。比疾病横行更为可怕的是，许多士兵不能行动或者行动缓慢，结果成了英军绝佳的活靶子。英军轰炸机则每天都能将炸弹投在他们的头上，这让日军更为难过。到了7月底的时候，日军已经彻底的陷入了绝望之中，几次突围和解围行动均以失败告终。而英印军中由山地兵组成的猎杀小队不断的在丛林中围捕日军，只有那些向正牌英军投降的家伙才能保住小命，这使得日军的组织度和士气下降到了最低点。许多士兵犹如行尸走肉一般，他们漫无目的的在丛林中游荡，走向死亡终点线。也有一些还没有被绝望逼疯的日军选择了投降。日军此战总共伤亡多达 1.4万人之多，患病者多达近2000人，而反观英军方面只有95人阵亡，322人负伤，因水土不服和误饮脏水感染病者大约1500人，可以说打出了神乎其神的交换比。此次战役结果之后，日军在中南半岛已经无法继续下去，缅甸地区尚未来得及撤退的日军只有2条路可以走：投降或者稀里糊涂的为他们的天皇尽忠。西塘河湾战役可以说是在太平洋战争中盟军的最后一次战斗，同时也标志着日军全面退出中南半岛的一战。此次战役使得许多日军官兵看清了现实，放弃了继续顽固的想法，而让他们看清现实的正是盟军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果日军在战斗之前就看清现实，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白白送命。但历史没有假设，日军背负欠下的亚洲人民的血债，血债是要用血来还的。